江有离，我们分手吧。原来我竟然是惊世豪门段家的少爷，你一个农家卖药医女，已经配不上我了。什么？我不配？知不知道我的药价值1000金？多少豪门贵族都在重金求购。以我现在豪门少爷的身份，将来肯定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豪门千金。不过看在你跟我交往2个月的份上，我可以包养你。切，傻逼！分手就分手，好走不送。怎么，你现在可是惊世豪门江家的千金，居然被分手了？真巧，他也说自己原来是惊世豪门的少爷，说我配不上他。话说，你们这豪门千金少爷的，该不会是什么批发诈骗组织的新套路吧？哼，当然不是，你的确是惊世豪门江家的真千金。那你是谁？为什么是你来找我，而不是我的生父生母？如果不出意外，我很快就是你的未婚夫，惊世齐家的大少爷齐欢。哈，未婚夫？没错，不过如你所见，我现在是个残疾人，上个月刚变残废的。所以你是想告诉我，我是江家真千金，我那素未谋面的生父生母要把我接回去，然后让我嫁给你？猜对了，哼，因为双腿残废的事，我也准备跟你一样要被甩了。所以原本要嫁给你的是江家那个假千金，但因为你残废了，她就不想嫁了。一字不差。那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不伤心？你刚被男友甩了，看起来也不伤心啊。渣男而已，分了好，不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看来你倒是挺洒脱的，我也是一样，渣女而已，不娶更好。奇怪，怎么会那么巧？你双腿刚残疾，我生父生母就马上找到我，让我替那个养女嫁给你。看来他们早就知道我的存在，只不过以前我没价值，所以才把我晾在外面，是吧？我想是的。既然你都知道江家打的什么算盘，干嘛还继续这门婚事，非要往坑里跳？我调查过你是个医女，用特殊的手段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我这双腿请遍了名医都束手无策，所以亲自来看看，娶你对我来说究竟是坑还是福？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就是一个乡下野丫头，还是个不被家里人待见的替嫁棋子，你还想娶我？见过你之后，我确定我想娶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你的腿什么情况？上个月被人用木棍打断了，医生都说彻底废了。把裤腿捞起来，我看看。好，有的治。养父生前一直想帮我找到亲生父母，现在既然有了消息，那就会会这对铁石心肠的父母了。我可以嫁给你。有什么条件？瞧你说的，嫁给你还需要条件吗？你长得这么好看，要是我治好了你的腿，我岂不是赚大发了？好，那就这么定了，我等你回江家。叶颖，马上替我在京市调查豪门江家所有人的资料，尤其是江家那位小姐，今晚就要。是老大。之前我也幻想过父母抛弃我是有难言之隐，可现在看来不是。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精心呵护了20年的养女，或许这一辈子我都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哼，才貌双全。少爷，您真的要娶那个乡下医女吗？她对您在齐家的处境不会有任何帮助。程景，半年前老爷子病重，需要一颗珍贵的药材续命，你还记得吗？记得，那颗药材当初您花了1个亿才在拍卖行拍到手。那你没注意到，就是那样价值上亿的药材，却被他随意的挂在墙上吗？光是那一捆就价值10几个亿。什么？少爷的意思是，他的身份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身份简不简单我不知道，但他的医术肯定不简单。可如果您只是想治好双腿，大可以重金聘请，没必要娶她。我要是说我对她一见钟情了，你信吗？信。信就行。从今天起，她就是我的未婚妻，以后见到她必须放尊重。是，少爷。老大，查到了，江家只有一位小姐，叫江永和，是江家二爷江阳旭和他夫人秦玉莲所生，口碑很好，才貌双全。2个月前和齐家大少爷齐欢定下婚约，但上个月齐欢双腿出事，继承人的事也没了后续。才貌双全，就是不知道他这令人羡慕的人生来得正不正当。继续查。
这个江永和到底是不是江阳旭和秦玉莲的亲生女儿？老大，您这是打算回去认个亲？明白了，老大，我马上再去调查。不想吃苦头就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我不知道，雇主是你们联系我的，承诺只要我强了你，就保我安全偷渡出国。好，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你可以走了。好，蛇，毒蛇！在我的地盘想杀我，自寻死路。正好给我的草药添点养料。哼，刚知道我的身份，就有人送上这份见面礼，看来是等不及我去会会你们了。来了吗？你们是来找我的吗？苏苏，是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是这孩子没错。孩子，你是我们江家的千金小姐，小时候被人调了包，导致你流落在外，这20年让你在外面受苦了。苦命的孩子，看来昨晚找人来害我的不是他们，所以你们就是我的生父生母。孩子，我们不是你的生父生母，而是你的伯父伯母。哼，伯父伯母？为什么我的生父生母不来接我，而是你们来接我？你爸妈他们家里出了点事，抽不开身，所以就拜托我们来接你了。你们也不用替他们掩饰了，我不是3岁小孩，他们能出什么事儿？比起接自己亲女儿这么大的事儿还重要，不过就是不想来接我的托辞罢了。好温暖，这就是母亲的怀抱吗？要是你们是我的生父生母就好了。乖孩子，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今天就接你回江家，以后你再也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好，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回去收拾行李。小黑、小白、小绿，出来，姐带你们换个地方生活。伯父伯母可以走了。好，小姐，我来提。小心点，别把里头的东西砸坏了。没问题的，小姐。也不知道这位新小姐长得瘦瘦的，力气怎么那么大？先生、夫人，你们回来了。这位就是小姐吧？幼离，进去见你爸妈和哥哥吧。哼，我的家人果真是很有意思。二弟媳妇儿，孩子我替你们接回来了。幼离，过去跟你爸妈还有你二哥打个招呼吧。伯母，他们真是我生父生母还有亲哥吗？是啊，怎么了？我明明才是他们的亲女儿亲妹妹，可是我怎么看他们一副很嫌弃我的样子啊？也不知道二弟和弟媳妇怎么想的，宁愿在家里安抚养女的情绪，也不愿意抽时间去接女儿。这丫头不好糊弄，为了让她以后心甘情愿替永和嫁给齐家那个大少爷，还是装装样子。我的孩子，你在外头受苦了。别装了，我可看不出你眼睛里有一丝心疼。哼，反了天了！我的屈尊给你台阶下了，你竟然敢当面驳我的面子，果然是在乡下长大的，一点教养都没有。傻孩子，你是我怀胎10月生的，你在外头受苦，我怎么会不心疼啊？是吗？既然这么心疼我，今天为什么不亲自来接我，反而要让伯父伯母跑一趟？素素，孩子我们已经接回来了，接下来是他们的家事，我们先回去吧。孩子既然接回来了，你们就好好弥补他，别再伤了孩子的心。我跟素素先回去了。今天多谢大哥大嫂了。幼离，我跟你伯父先回去了，要是有什么事就去东区那栋别墅找我们。我们之所以没去接你，主要是怕见到你过得不好，我这心里承受不住，所以才想留在家里，平复好心情，好好准备迎接你回来。
所以，你们替我准备了什么？你的房间我已经替你收拾好了，走，妈带你去看看。哦，原来收拾房间比亲自去接我还重要。哼，还有完没完？房间就不必看了，毕竟我会不会留下来还不一定呢。他是谁啊？小何，别怕，我是你哥江照，她是我妹妹江永和。哦，也就是说，她就是那个跟我调包的养女喽？在我心里，小何就是我亲妹妹。把她当亲妹妹，那你可真是个脑残。你骂我脑残？对啊，我骂错了吗？难道你不知道，就是她的亲妈偷偷把我跟她调包的？对不起，小何，这不关你的事。当初的确是小何的母亲把你跟他调包了，但小何是无辜的，他母亲做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哦，他好无辜啊，无辜的替我享受了20年锦衣玉食的幸福生活，而我这个真千金，却在寒冬腊月被他那个恶毒妈丢在垃圾桶里。如果不是被人捡到，刚出生就已经死了。对不起，是我，都是我的错，怪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姐姐，你要是恨我，就打我骂我，但是不要怪二哥。小何，你做什么？小何，你做什么？我说了，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母亲的错。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你们搁我面前演苦情戏呢？你怎么就那么不可理喻？小何都这样真心实意跟你道歉了，你还要这样嘲讽他？我不只是嘲讽他，我是连你们也一起嘲讽了，好吧？他因为拥有一个替他着想的恶毒母亲，于是想方设法创造机会，把他跟我调包，让他占了我20年的美好人生。我这个真千金回来，你们身为我父母和哥哥，却还当着我的面处处维护他。碰到你们这种倒霉家人，我真是觉得倒霉。我是没辙了，跟你上了。行了，幼离，小何的母亲已经被绳之以法，如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跟你妈毕竟养了她20年，总不能把她赶出去。我们江家家大业大，让她留下来，不过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以后也害不了你这个真千金什么事。既然不过就是一双筷子的事儿，把她送去哪里养不是养？为什么非得留下来膈应我，让我每次看到她就想起被调包后的悲惨生活？看你这意思，今天非得让我们把小何送走了是吧？对，这个家里只能有我，不能有他。爸妈，二哥，我不想离开你们。小何，你别担心，你不用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对不会允许你离开江家。你永远是我的妹妹，是我江家的小姐。他不走，那意思就是让我走。幼离，你刚回来。女儿，以后我们不亏待你的，你今后的所有生活开支都会和小何一样的。我跟你爸不会偏心谁。哼，那我还要感谢你们喽！拜托，对于我来说，不会偏心谁就是最大的偏心。不得不说，你们夫妻俩可真是活菩萨大善人，亲女儿不要，却要花钱继续养着仇人的女。
姐姐，你别走。爸妈，我知道你们很为难，我不希望你们为难。如果真的只能留一个，让姐姐留下，我走。想走？我才不信你舍得放弃这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你二哥说的没错，你是我亲女儿，我本不想说话太伤你的心，可你看你这蛮横无理的样子，没有半点自知之明，还搞不清楚状况，咄咄逼人。那我就直说好了，跟你比，永和优秀太多了。我们不会因为你是我们亲女儿，就放弃一个培养了20年的优秀女儿。好，终于不装了。你要是想顺利回到江家，安安稳稳当一个后半辈子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那就老老实实把怨气吞回肚子里，接受永和，继续留在江家这个事实。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选择放弃你。二弟、弟媳妇儿，你们当真那么糊涂，不要自己的亲女儿吗？这江家还是有人重视我，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决定还是回来看看情况。没想到他们真的能说出这种混账话。伯母，不是我们不要他，是他非要自己走。哼，你们非要留下害他流落在外20年的罪犯的女儿，他能不心寒吗？他能不走吗？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八婆，难怪一辈子生不出孩子，活该。伯母，小何那时候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他有什么错呢？伯母，别跟他们废话了，他们这样的家人我看不上，他们不想要我还嫌恶心呢。苦命的孩子，要不你就忍一忍，让江永和留下。不，他们要是想认我，就绝不能允许仇人的女儿在这儿多待1天。说得好，不愧是我江家的种，我的宝贝孙女接回来了。爸，您怎么来了？自己亲生女儿不要，非要替仇人养女儿，我都要怀疑她是不是你在外面的私生女了。爸，您可别乱说，亲子鉴定做过了，小何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只是跟小何相处了20年，有感情了。蠢货！我看你们的脑袋真是被驴踢了。好孩子，我是你爷爷，你爸糊涂，我不糊涂，他不认你，我认。哎呀，爷爷，要不是您跟伯父伯母都通情达理，我都要怀疑江家如果像他们一家人这脑子，究竟是怎么在京师成为豪门的。说得好，孙女儿，你放心，今天爷爷啊一定替你做主，今天就是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也绝对不允许你离开我们江家。爷爷，你闭嘴！最该赶走的就是你，当初怎么被调包的不是你这个蠢货，也让你体会体会在外头受苦受罪的日子，看你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不明事理。还有你们2个花着我们江家的钱，替一个罪犯精心养了20年女儿，还养出感情来了，现在还要为了他把我的亲孙女赶走。我告诉你们，我的宝贝孙女要是走了啊，你们一家3口全都给我卷铺盖滚蛋。那小何他，你们爱留就留，但以后啊，别让他碍了我宝贝孙女的眼。行了，孙女儿，你留下来，以后江家就是你的家。爷爷，我不想认他们做我爸妈，反正我身上流着的是江家的血脉，不如我认伯父伯母做我的爸妈，怎么样？幼离，你刚才说什么？可以再说一遍吗？伯母，我想认您和伯父做我的爸妈，可以吗？胡闹！别在你爷爷面前胡说八道。亲女儿不认自己，要去认大哥当爹，这要是传出去，我江旭阳岂不是成了整个京师的笑话？而且大哥大嫂没有孩子，家产本该是我们的，这死丫头一来，全乱了。我没有胡闹，我很认真的。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江家千金的身份，为了留下来，连认伯父伯母做爸妈这种离谱的话都说得出口。哼，你可真搞笑！我本来就是江家千金，需要舍不得？我看舍不得的是江永和吧，不是江家人，却死皮赖脸的赖在这不走。太好了，这样一来，我既能留在江家，又能让江幼离替我嫁给那个残废奇宦。这倒也不是不可以，关键啊，要看你大伯和大伯母他们愿不愿意。不行，绝对不行！幼离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亲女儿，怎么能让她认大哥大嫂做爸妈呢？怎么不可以？江永和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你们不也护着养着？他不也教了你们20年爸妈吗？这不一样，永和跟我们生活了20年，有感情了。伯母，你和伯父愿意做我的父亲母亲吗？啊，素素，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女儿，现在我们有了。好，
好孩子，我愿意，我来当你母亲，以后你就是我的宝贝女儿。大嫂，你怎么可以这样？妈，女儿，你别赌气，我才是你亲妈。二婶，你别乱叫，你的女儿是江永和。江有离，我是你妈，不是你二婶。够了，现在后悔也晚了。我今天就做主，以后又离这孩子就登记在老大媳妇儿名下。爸，别叫我爸，亲女儿不认你们，这都是你们自找的。爸，幼离就是在跟我们赌气，这都是胡话，这终究是我们的亲女儿啊！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没跟你们赌气，就算你们现在把江永和赶出去，我照样不认。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签断绝关系的协议。麻烦爷爷尽快帮我把户口迁到大伯大伯母名下。好，叶涵、素素，你们先带幼离去安顿好，舟车劳顿，待会儿啊一起吃饭。好的，爸。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小心些，别让咱们女儿看笑话了。幼离，这里没别人了，你老实跟我们说，你说要认我们做你爸妈，真的不是在赌气吧？当然不是赌气，我就是喜欢你们，想成为你们的女儿。还是说你们后悔了，不想要我这个女儿了？当然不是，我就是怕你一时义气，将来后悔。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让你爷爷不会，我一辈子都不会后悔。好，幼离，以后你就是我跟你爸的亲女儿，谁也好呀，妈，我去看看我的房间。层楼的房间都给你住，什么低奢风、地中海风都来一个。哦，对了，还有你之前住的泥房，你要是想搞个田园风光也可以。太宠了，我这漂亮新妈对我实在是太宠太纵容了吧？不过这一层房间全要了，倒是个好主意。这样我的小黑、小白、小绿活动范围能大一些。那3楼的房间我就全要了。没问题。你就是想再建一栋新的别墅都行，这就不用了，我还是想跟爸妈你们住一起。好好好，住一起。行了，晚餐没那么快，你先在房间休息一会儿，我让人把你的行李搬上来。嗯。江幼离，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新家，我可是京师豪门段家的少爷，以后就住在这大别墅了，羡慕吗？如果你后悔了，还想跟着我的话，我可以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哦，忘记拉黑他了，傻逼！大哥大嫂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他们还真想认我们那个亲女儿。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让幼离认他们。爸妈，你们不是也不愿意让小慧离开吗？她既然要认伯父伯母做爸妈，就让她去，你们干嘛要反对？哼，我们可以不认她，但也轮不到你伯父伯母去捡这个便宜吧？反正就是个垃圾，伯父伯母捡了就捡了，就当是垃圾回收，省得我们认回来还闹心。你们也不是没看他今天那样，仗着自己是江家血脉，对我们趾高气昂，认回来还不知道会怎么闹翻天。永和，你刚才也看到了，你爷爷今天的态度，比起楚楚优秀的你，他更在意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孙女。看到了。原本你们伯父伯母没有孩子，江家家产迟早是你们的。可如果我们的亲女儿真认了他们，
以后江家家产怎么分配还真不一定。我跟你妈反对，是为了我们这个家，绝对不是不心疼你。爸，我知道的。就算不为家产，那替永和嫁给齐家大少爷的事呢？你总得考虑吧？真打算让永和嫁给一个残疾人？你妈说的对啊，我知道你从小跟永和一起长大，感情好，不愿让他受委屈。以后你就是做样子也得做给你的亲妹妹看，让她认回你这个亲哥哥。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心甘情愿替永和嫁过去，继续完成两家联姻。爸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事情办成了吗？我要的视频。没有，从昨晚开始到今天，我一直联系不上对方。你找的什么废物？怎么办事的？对方说那男的是强过10几个少女的逃犯，我心想是个狠角色，没想到是个废物，连个女人都搞不定。都是废物！今天我差点就要被江幼离这个野女人赶出江家了。我要是真的被赶出去，你以后再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别，我会再想办法。谁已经回到江家，你再找人弄他，是怕江家人怀疑不到我头上是吗？那怎么办？你找的人看来出事了，你这段时间先藏起来，别让人查到你身上牵连到我。我知道了。废物，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本来计划让人拍下视频，不仅能随时威胁江幼离，还能彻底断了齐欢对他产生感情的可能。现在计划都乱了。我从小到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江幼离一个野女人，凭什么和我争？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叶寒，你看，我去问问他来咱们家里做什么。我去吧。小何，你在我们家门口做什么？伯父，就是姐姐刚回江家，我怕她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没有穿过的新衣服拿来想给姐姐穿。伯父，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进去吧。谢谢伯父。温暖，伯父，幼离姐姐在哪个房间？3楼中间那间。幼离不喜他，要不我跟上去看看？不用担心，让幼离自己解决吧，他很聪明，能应付。说起来，确实要给幼离准备几套衣服，我想联系一下店里，让他们发些最新款的图过来。都听你的。幼离姐姐，怕你刚回来没衣服换洗，所以特意给你送来几套我没穿过的新衣服。既然知道我不会接受，就不用装模作样了。幼离姐姐，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和你和平相处的，你又何必一直跟我过不去？这样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谁跟你两败俱伤啊？你输定了，知道吗？幼离姐姐，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赢过我呢？从小到大，爸妈砸在我身上的资源有多少，你知道吗？京市多少千金小姐都争不过我，更何况是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女人。姐姐，我要是你，就乖乖的认了爸妈，以后也能凭着江家千金的身份衣食无忧，何必为了一口没用的气赌上自己的人生？哦，那看来京市的千金小姐也就这样，连你都比不过。幼离姐姐还真是自信，既然如此，那我就拭目以待，看看你要怎么把我赶出江家，坐稳你这江家千金的位置。幼离姐姐，就算你看不惯我，也不该浪费我的一片好意，毕竟从小到大，你可能都没穿过这么多奢侈的大牌衣服吧？对啊，这些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吗？平时我都懒得穿，真搞笑，什么衣服舒服就穿什么，谁还真把这些牌子当盛典了？江幼离，你以为要不是为了我，爸妈能把你接回江家吗？哟，不装啦！你知道爸妈为什么要把你接回来吗？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嫁给齐家大少爷那个残废，爸妈舍不得我后半辈子的幸福毁了，就打算拿你这个亲女儿来顶替。你说你是不是真的好可怜呢？哇塞，这么好的事，齐家不是顶级豪门吗？能嫁给齐家大少爷，我求之不得啊！好，你不知道是吧？齐家大少爷现在是个残废。哦，残废啊，没关系，我能治好他的双腿。要是你嫌弃人家现在是个残废不愿意嫁，以后他的腿要是好了，你可别后悔。对了，昨晚上那个逃犯是你收买的吧？哎，他真是跟你一样的废物，你当心了，
他昨晚送我的这份礼物，我会慢慢还给你的哦。你给我等着！尤里，你过来看看这些衣服你喜欢哪些，先挑几套，我让老板给你拿回来先穿着，明天有空了再陪你一起去买。好啊，谢谢妈咪。伯父、伯母、尤里姐姐，我先回去了。劝你以后就别来我面前自取其辱了。他找你说什么了？无非就是一些挑婶的话，说二婶要把我接回来，是为了替她嫁给齐家大少爷那个残废。哼，原来二弟和弟媳真的是这个企图，他们实在太过分了。放心，尤里现在是我们的女儿，我绝对不会同意让她去代替他们的养女嫁人。爸妈，我愿意嫁给齐家大少爷。你说什么？我愿意嫁给齐家大少爷。尤里，你刚回来，不清楚齐家的情况。以前的齐家大少爷确实是金氏千金们梦寐以求的如意郎君，可他上个月出了意外，双腿残废，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知道，不过没关系，我精通医术，有信心能治好他的双腿。先不管这件事了，你先挑衣服。好。小何，他没要你的衣服。是啊，姐姐她果然还是不愿意接受我。她也太不识抬举。小何，你以后都不用委屈自己去讨好她，没这个必要。我只是不想什么事都只交给哥你，让你有那么大的压力。说什么傻话？哥哥保护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我跟爸妈非要留你的，你犯不着，看他脸色。真的是给脸不要脸。行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看看他什么情况吧。伯父，这都几点了？伯母他们还没来。你伯母给尤里拿了2套新衣服，送来的时候有些迟，换好了就过来。大哥，你这就不厚道了。尤里可是我跟玉莲的亲女儿，她不过是跟我们赌气，你不会真想认她做女儿吧？尤里可没赌气，身份证和户口簿都交给爷爷去把户口迁移了。大哥，爸今天说那些也只是气话，我跟玉莲回去反思过了。尤里刚回来，我们不该逼得太紧，等他在江家待久了，知道小何的好，肯定能处得来的。二弟，你直到现在还认为尤里是在赌气，那么他就绝对不可能会接受你。妹妹，过来这边，我特意给你留了个位置。别笑了，你强颜欢笑的样子真难看。不会笑就继续冲你好妹妹笑，别膈应我。尤里，别胡闹。二叔，我不是你女儿，轮不到你来管教我吧？尤里，我跟你爸都知道错了，在这里给你道个歉，你就别生我们的气了。快过来你哥这边坐。二婶，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想尤里，不装了，这么快就狗急跳墙了，还说什么知道错了？你们认错就这态度啊？怎么又吵起来了？爷爷，我们没吵，我只是觉得妹妹刚回来，可能还不太懂豪门的规矩，在这里好好教她。你们懂规矩，就不该越过我爸妈来管教我。你们这些行为，把我爸妈的脸往哪里搁？尤离说的没错，她现在是我跟你伯父的女儿，自有我和你伯父管教。尤离刚回来，我这老头子就在这里，把事情摊开说清楚。孙女儿啊，爷爷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要认你伯父伯母做爸妈吗？现在除了你三姑姑啊，江家所有人都在，你自己想清楚了。尤离，乖孩子，爷爷问你话了，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想清楚了，我们才是你的亲爸妈，以后我们的一切都是给你和你哥的。永和作为养女，动摇不了你真千金的地位，可你在伯父伯母那边，你就跟永和一样，是个寄人篱下的养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轮不到你们对我的女儿指手画脚。二弟，我从没想过只是把幼离当做养女。素素，别紧张，我们要相信幼离的选择。爷爷，我确定。幼离，二婶，你很吵。
又叫我二婶。行了，佑离这孩子的态度已经摆在这儿了，他不会再认你们。都说你太紧张了，佑离这孩子很喜欢你。爷爷，佑离姐姐竟然接回来了，是不是要替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接风宴？我就想着给佑离姐姐风风光光的办接风宴，要让整个江氏的人都知道，姐姐才是江家唯一的真千金。算你有心了。我只是真心的希望佑离姐姐能够接受我不想离开江家，只是因为舍不得爸妈跟哥哥。对于江家千金的身份，我并不在意。永和，你的懂事真让人心疼。老大，给佑离举办接风宴的事，就交给你跟你媳妇儿去安排，一定要让佑离这孩子风风光光的公开身份。妈，接风宴的事你跟爸尽管安排，能多隆重就搞得多隆重。我跟你爸一定会为你大办特办一场隆重的接风宴。一个乡下野丫头，还真以为自己能麻雀变凤凰。接风宴上，我就让你好好体验一下被整个京圈嘲笑的滋味。江有林，你看到了吧？小慧是多么善良。哦，看到了，现在有2条狗在我面前狂吠。小黑、小白、小绿，出来透透气了。回到江家了吗？感觉如何？江家真的很有意思呢。啊，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光是听他说话，便已经是一种享受。这么说，我倒是不用担忧你会在江家遭受什么委屈了。喜欢哥哥，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不是江家真千金，真千金现在接回来了。爷爷的意思是要让真千金嫁给你，怎么办？喜欢哥哥，我一直都很期待我们的订婚，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喜欢哥哥，你放心，就算不能嫁给你，我也会想办法找人治好你的腿。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了你们的计划和安排，说不定还真的会信，是吗？哼，没关系，终究是我们有缘无分。可惜了，为什么会变成残废呢？我就不信你一个农家医女还能治好那些名医都治不好的伤腿。佑离，下周6晚上，我们江家就要和齐家举办订婚的晚宴了。齐家是京市首屈一指的豪门世家，实力雄厚，地位尊崇。在此之前，江永和确实与齐家大少爷齐欢有过婚约，所以晚宴的目的原本是商讨他们2人的婚期。但你昨晚提到，你二叔二婶将你接回江家的真正意图，竟然是让你替代江永和嫁入齐家。是的，江永和就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你昨晚所说的愿意嫁给齐家大少爷，并非只是玩笑话。当然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能知道原因吗？毕竟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妈，你不也说了，齐家是京市最大的豪门，齐欢又是齐家大少爷，以后就是齐家继承人，嫁给他不好吗？最出
要的是，光看脸，他还是个极品美男。如果齐欢没有发生意外双腿残废的话，那自然是顶好的一桩婚事。而且江永和也不可能会让你替他嫁给齐欢。你说你能治好他的双腿，有把握吗？9成吧。其实我有10成把握。上次见齐欢，他的腿伤时间不长，恢复希望很大。那些名医治不好，无非是太拘泥于常规。而我，但凡人还有一口气，都能从阎王手里抢回来。9成把握。行，有理，我们尊重你的想法。周6的晚宴，如果你二叔二婶真提出让你代替江永和嫁过去，而你自己也同意，我跟你爸绝不反对。哎呀，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善解人意的父母啊？谁让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呢？那你就是我的宝贝妈咪。哎，宝贝女儿。素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发自内心的笑过了。有离的到来，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有离，时间还早，商场也没开门。昨天你回来晚，还没好好逛逛家里，不如先熟悉熟悉环境，晚点儿我再带你出门买衣服。好，我自己去逛逛就行。妈，你们忙你们的，正好去看看哪里适合小黑、小白、小绿找自助餐。不需要我陪吗？不用了，妈。那行，我跟你爸就先去安排你接风宴的事。有理姐姐，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毕竟江家这里可不像村子里那样安逸幽静哦。你这是在嘲讽我从村里来，在你们所谓的豪门住不惯？有理姐姐，您误会我了，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单纯的关心你嘛。别装了，你妈还在监狱里，你却能心安理得的在江家睡大觉，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我可是江家真正的千金，不像某些人，当然睡得好。江有离，你怎么还是这么不识好歹？爸妈接你回来，就是为了让你替我嫁给齐家大少爷。你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有麻雀飞上枝头的机会就该谢天谢地了，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啊？非要认大伯大伯母当爸妈，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多尴尬！你不会真以为大伯大伯母是真心喜欢你吧？不过是看在你身上流着江家的血，以后老爷子大发慈悲，能让你也分一份家产吧。对了，有理姐姐，知道这栋楼是做什么吗？这是江家少爷小姐们学习的地方。我从小就在这儿跟高薪聘请的私教学习琴棋书画，各国外语我样样精通。不知道幼离姐姐你会多少？应该什么都不会吧？可惜了，你都这个年纪了，想学也来不及了。不过没关系，你会种地做饭，这些我都不会，还得向你请教呢。小何，怎么回事？我刚才只是问幼离姐姐想不想学琴棋书画，如果想学我可以教她。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就打我。你不明白吗？因为你太犯贱了。你居然敢打小何！从小到大谁敢欺负他？你一再针对他就算了，现在还敢动手，我们今天非得教训你。KO！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跟我动手？江有离，你怨我打我也就算了，怎么可以对二哥动手？江有离，你果然不愧是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身上一股子悍匪气！你这个没教的丫头，赶紧放手！信不信我剁了你的手子？二哥，你怎么样？强照，你的膝盖倒是没有你的嘴那么硬，这么爱贵人呢？江有离，既然知道我是刁民，以后就别来惹我。很好，江有离，你以后都没有机会认我这个哥哥了。认你还不如认条狗。那不是二少爷吗？怎么跪在地上？不知道呀，我也不敢问。看什么看？你们都是蠢的吗？还不快过来把我扶起来！二哥，你膝盖都发青发肿了，幼离姐姐也太过分了，就算心里有怨气也该冲我来，为什么要冲二哥你？二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把你害成这样。小何，跟你没有关系，江有离这个丑八怪本来就心胸狭隘，他就是嫉妒你，所以容不下你。二哥，你别说话了，我去拿冰块给你膝盖敷上。小何这么善良，我怎么可能因为江有离那个丑八怪就赶他出江家？真是天大的笑话。好了，二哥，可能会有点疼，你忍着点。没事。二哥，这件事情要告诉爸妈吗？要不还是算了吧，毕竟我们也不想让他们担心。不能算了，江有离这个野丫头，今天的这份耻辱，我一定要双倍还回去，我绝对不会放过她。可是幼离姐姐一定会因此更讨厌我吧？小何，我想明白了，唯一能让你不再为难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让江有离被家里所有人都厌恶，尤其是爷爷，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再也无法伤害到你。二哥，你不用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谁让他容不下你。太好了，这下都不用自己动手，江有离跟江照可以说是彻底势不两立了。有离，你喜欢什么尽管买，不要拘谨，这一件还有那一件都包起来。妈，你挑的太多了。没关系，试不过来的话就直接买回去吧。明白了，妈这是在玩真人版奇迹暖暖
呢。小姐，您的身份证。夫人，这是登记了小姐名字的户口簿，老爷已经替小姐迁好户了。真的？我看看。有离，这下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有离，给你举办结婚宴的时间定在这周6晚上7点，邀请函明天就会送到各名门世家，到时候来的人会很多。基本的晚宴礼仪让你妈教教你，不用太紧张，就当是一场普通家宴，任何事儿由我跟你妈兜底。好。晚礼服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吗？想要什么风格的？接风宴是江永和提议的，他无非是想在那天盖过我的风头，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人。晚礼服恐怕是他第一个想动手脚的地方。不过，既然是我的接风宴，我当然要成为最耀眼的存在。江永和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晚礼服的话，妈，你按照你能定的最好的帮我定。行。江有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跟你爸把你接回来，你不愿意认我们就算了，现在还动手打自己的亲哥哥。大晚上的吵什么？爸，你今天可一定要为我们家赵儿做主啊！这装可怜的神态，不知道的还以为江永和是他亲生的呢，简直如出一辙。大哥大嫂，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跟这个惹祸精有说有笑的？知不知道他今天闯了多大的祸？二婶，这是我家，不是你家菜市场，别一来就叫嚷。你说说，我闯什么祸了？江有离，你跟我们闹脾气也要有个度，现在居然敢动手打自己的亲哥哥，我看你就是仗着自己是江家真千金的身份有恃无恐了。哼，今天我一定要让你爷爷好好收拾你一顿。弟媳，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这么大声，吓着幼离了。靠，这该死的温暖的母爱真是令我欲罢不能，真想重新投胎当他的亲生女儿。弟媳妇儿，话要说清楚，我不相信幼离这孩子会无缘无故动手打人。大哥，怎么不会？你们自己看看，看永和的脸，还有赵儿这腿上的伤。赵儿都说了，这些全都是江幼离早上打的。幼离，这是怎么回事？没错，江永和的脸是我打的，江昭的膝盖是我踢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该打。胡说八道！什么叫该打？你有什么资格打我的儿子和女儿？爷爷，我知道打人不对，但是江永和言语侮辱我，无论如何，我现在是您的亲孙女，江家的真千金，她一个养女当众羞辱我，您说该不该打？至于江昭，是他想对我动手在先，我踢他膝盖纯属正当防卫。你撒谎！永和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跟他相处了20年，会不清楚吗？他怎么可能羞辱人？我看你就是在诽谤。赵儿为什么要打你？还不是因为你先不分青红皂白打了永和？是吗？江永和，你敢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说你没有言语侮辱我？我真的没有侮辱过幼离姐姐。今天早上我学完德语从一线楼出来，看到姐姐站在门口，我以为姐姐也想学，就真心实意的上前打招呼，想教她。谁知道幼离姐姐却认为我在炫耀，是在瞧不起她，二话不说就打了我一个巴掌。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乖女儿，别哭了，妈相信你。你从小就乖巧懂事，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听到了吧？我就说这孩子刚从乡下接回来，性子野，难管教。大哥大嫂，你们认了女儿就该好好管管，怎么能任由她第一天就闯祸呢？爸，您得给我们主持公道。不管怎么样，大哥大嫂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赵儿和永和不能白白受伤。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来，赵儿、永和，你们说想怎么解决？尽管说，今天有爷爷给你们做主。我只要幼离姐姐跟我道个歉就好了。她毕竟是我们江家的小姐，我不会说以牙还牙这种话，我只要她给小何道歉，并且签一份协议，同意让小何永远留在江家。爷爷，我的要求很简单吧？简单，让我给他道歉。江昭，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侮辱，你可真会恶心我。爷爷，我的户口已经迁到爸妈名下，我不希望以后二叔二婶再因为任何事情用血缘关系来道德绑架我，所以我也希望爷爷做个见证，今天这件事解决后，我要跟他们签一份永久断绝关系的协议。
永久断绝关系？你以为这是在威胁谁？不用着你这样的妹妹，我求之不得。哼，江有离，你可想清楚了，这协议一旦签下，以后你后悔都来不及。狗才会后悔。想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你们听听不就知道了？听听什么意思？难道不可能的？喏，都听听吧。江有离，你怎么还是那么不识好歹？爸妈本身就是为了让你替我嫁给齐家大少爷才肯接你回来。你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有麻雀飞上枝头的机会就该谢天谢地了，怎么就那么小开呢？你还要去认伯父伯母当爸妈，现在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多尴尬呀！对了，你不会当真以为伯父伯母他们是真心喜欢你吧？不过就是看着你有江家的血脉，以后要是老爷子大发慈悲了，可以继承一份江家产业罢了。江永和，我还没死呢，你就盘算着我的家产会怎么分了？你一个养女，好大的胆子！爷爷，不是这样的。不要叫我爷爷，录音里说的清清楚楚的，难道我耳聋了？听不出那是你的声音吗？是我的声音没错，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是姐姐，是她一直在侮辱我，我实在受不了了，才说了这些重话。小何说的没错，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之前跟他说了什么更过分的话，才让他这样反击你？你这个女人心机太深了。哼，江照，证据摆在你面前，你还这么糊涂，是非不分。佑离这孩子说的没错，你的确该揍，不揍你一下，你脑子都不清醒。爷爷，他羞辱我就算了，还说我爸妈认我是为了家产。依我看，江永和会这么说，八成也是二叔二婶平时跟他灌输的吧。二叔，别这么瞪我，我害怕。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是你们的养女先挑衅佑离，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二弟弟媳，我跟素素真心喜欢佑离这孩子，可不是冲着什么家产去的。还有弟媳，你们养女说的，你们把佑离接回来是为了让她代替永和嫁给齐家大少爷，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吗？爸，不是的，我们也是刚得知佑离的身份，怎么可能未卜先知让她替永和嫁人？那江永和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我想要留下来，可是佑离姐姐一直想把我赶出去，我情急之下才故意那么说的，都是我的错。江阳旭、秦玉莲，你们才是该好好教教自己的养女，下次再有这种小打小闹的事儿，没搞清楚情况就不要随便叫我来。是，爸，我回头一定会好好训斥永和跟赵儿。爷爷，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吧？二叔二婶带着人怒气冲冲的来我家问责，可是把我吓坏了。你们四个现在全部给佑离道歉。爷爷，就算我们有错在先，可他也动手打了人，凭什么要我们道歉？我不道。你还敢跟我顶嘴？哎，爸，您别生气，赵儿，别气你爷爷，赶紧给你妹妹道歉。赶紧的，还有二叔二婶，你们也是。姐姐，对不起。佑离，对不起，是二婶误会你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说什么？风太大，我听不见。你对不起。既然都道歉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之前说好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跟你们签下断绝关系协议，从此彻底断绝关系。你想好了？签下断绝关系协议书，我跟你妈就真的不再管你了。二叔说笑了，说的好像前20年你们管过我一样。二弟，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我跟素素会照顾好佑离的。哎呀，佑离啊，断绝关系的协议，我明天就让总管家拟好送来给你。好的，谢谢爷爷，爷爷慢走。二叔二婶，爷爷都走了，你们还赖在这里做什么？是还没被骂够吗？江佑离，我跟你爸不认你是对的，你净胳膊肘往外拐。妈，别跟他废话了，我们走。江佑离，希望你以后别后悔，回来求我们原谅。我真是小看你了。你哥说的对，以后有你后悔的。小何，你不用想那么多，我相信你，也能理解你。如果不是江佑离把你逼急了，你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我一直以为佑离姐姐那么对我，我能理解，并不怨她。可是今天她一次次践踏我的真心，我真的感觉自己扛不下去了。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让妈妈你们跟佑离姐姐闹得不愉快。唉，当年的事怎么也怪不到你头上去。你生母那么做，也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她也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
现在还在监狱里待着呢，倒是你不会怨我们这么对你生母吧？妈，对我来说，您就是我的母亲，永远都是。唉，反正亲女儿那边我已经尽力了，她要是想得明白，就该顺着台阶回来。小何，你这次的确不应该给他抓住把柄，让他反咬我们一口。爸，我知道了，我没想到雪姐会算计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种失误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跟他闹成这样，他还能心甘情愿替永和嫁给齐家大少爷吗？实在不行，妈，就让我嫁过去吧，这样也能让尤里姐姐解气。不行，我不能让你嫁给一个残废。小何，你那么优秀，值得更好的选择。亲女儿已经没了，养女要是再发挥不了最大价值，我岂不是得不偿失？替嫁的事，妈想办法帮你搞定。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嫁给齐家那个大少爷。总算是蒙混过去了。江有离这个野女人，居然阴了我一把，我以后在你面前一定会多加小心的。有离，你别多想，我跟你爸是真心喜欢你，想认你做女儿，绝不是为了江家的家产。妈，我当然知道。真想不到江永和那孩子居然是这样的人，我都不敢相信录音里那些话是他说的。平时看着客客气气、人畜无害的样子，知人知面不知心。行了，虚惊一场，没事就好。只是今天闹成这样，二弟弟媳恐怕对我们怀恨在心，以后要防着他们点儿。我明白。江永和会不安分，我早就猜到了，所以他主动挑衅我的时候，我就点开了录音。不过经过这次，他以后做事肯定会更小心了。不过这样才更有意思。有离，晒太阳呢？哪来的狗叫声啊？奇了怪，家里没养狗，怎么天天有狗上门来叫？有离，这是妈给你的礼物，你看看喜欢不喜欢？卡里面有1000万，算是我跟你爸给你的补偿。你之前在外面受苦了，拿着这些钱，喜欢什么就去买。1000万，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总该妥协了吧？哇塞，1000万哦！哼，1000万，也就我培育的一株珍稀药材的价钱吧。可惜我的药材可不止一株，这点钱连我研究经费的1%都不够。有离，我知道你打心底里还是想认回我们的，毕竟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亲生父母啊！你原谅我们吧，好不好？阿婶，你可真是穷酸又不要脸。你说什么？你说我们穷酸？这可是1000万，是你卖多少药材都挣不来的。现在给你1000万，你居然敢嫌弃？1000万就想让我原谅你们，是不是脑子抽筋了？江幼离，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你亲妈我？你住手！你再继续来我跟前说些我不爱听的话，我下次就喂你鸟粪，你信不信？江幼离，你跟我们赌气也要有个度，1000万你都不要，你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1000万，我压根不稀罕。那你到底想要多少？1000万，就你以前卖药，可能一辈子都卖不出1000万，你怎么还不知足呢？你就是把整个江家的产业送给我，我都不可能会原谅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你们早就知道我才是你亲女儿了吧？你怎么知道的？可惜你们因为嫌弃我，一直放任我自己在外头生活。既然你们先对我冷血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居然还要对我们不客气？怎么的？你要学习人家哪吒大义灭亲是吗？与其等你大义灭亲，现在我不如就先打死你！告诉你们，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认你们，我回来就是让你们不好过的。原本我是打算把江家的产业全都占为己有，可是现在我发现江家除了你们，其他人都很好，所以我决定了，我只要毁了你们一家就够了。你大儿子江信
管理着星光娱乐，最近总算签下几个潜力股，给公司带来了一些红利，但也远远比不上京市那些老牌娱乐公司。至于枪照，自己在家搞音乐，前不久刚出了一首成名曲，火遍大江南北。如果这个时候被爆出什么黑料，也不懂还能不能翻身？二婶，你说我要是毁了他们的事业，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二婶，你生什么气？我不过就是要毁掉你儿子的事业而已，你就那么难以接受？那为什么江永和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人生20年，你却觉得可以原谅呢？为什么？还能是为什么？幽离，你想想，我养了永和这孩子20年，不是亲生的又怎么样？就算是条狗，我都有感情了，何况永和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唉，更别说永和这孩子被我精心养得那么优秀、体贴、懂事，我看着就心生欢喜。我知道这对于作为亲生女儿的你来说很不公平，很难接受，但是人生来本就难以公平，只怪你命不好吧。唉，确实怪我命不好，怎么会摊上你这种傻逼生母啊？有理，我是你亲妈，从没想过放弃你，只要你回来，我一定给你我能给的最好的。你连个养女都不舍得扔，还舍得给我最好的？有理，赶紧滚！听你说话我耳朵脏。嘿，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听话的女儿？不滚是吧？滚不滚？有理，你怎么就那么鬼迷心窍呢？真以为你伯母喜欢你？你给我撒了什么？管我给你撒了什么？你诋毁我妈，再不滚，我把你堵哑巴了！没良心的死丫头！小姐，断绝关系的协议我已经按照老爷的吩咐拟好。如果小姐想清楚了，晚上8点到江家祖祠处去签这份协议，老爷会亲自做见证。好嘞，麻烦总管家跑这一趟啦。这1000万他竟然不要！他一个刚从村里出来的野丫头，见过那么多钱吗？1000万都看不上。不仅如此，他还说要毁了我们一家，搞垮我们儿子的事业。他当真是这么说的？这死丫头好像知道我们早就知道她是我们女儿，却多年不闻不问的事了，对我们怀恨在心呢。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了，别的我都能忍，可他如果真敢动我儿子的事业，就算是我的亲女儿，我也饶不了他。那今晚上跟他签断绝关系协议的事，我们也不挽留了。哼，这种女儿挽留来也是个祸害，还不如彻底撇清关系。以后她在外头惹出什么麻烦，那都是大哥大嫂的事儿，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静儿和赵儿的事业发展如今都很顺利，江家所有家产以后肯定是他们的，绝不能因为江幼离这个变数让老爷子改变主意。跟齐家大少爷的联姻务必要换成江幼离，这件事你赶紧跟进。我知道现在是万万不可能再让永和嫁给齐家那个残废的，要嫁只能是他江幼离。我明天就找个时间去跟老爷子提这件事。让你去洽谈买下大神作家离离原上最后一部小说《青云之志》的版权，快1个月了，你现在跟我说连人都没联系上，我看你是不打算干了。江总，离离原上大神的编辑兰姐说了，大神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自己都联系不上，得等大神主动联系他。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再给你1周时间，买不下《青云之志》的版权，你就卷铺盖滚蛋。江总，您不会真觉得买下青云之志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吧？你什么意思？您也不看看现在这部作品有多抢手，不止我们，其他老牌娱乐公司都虎视眈眈，就算联系上大神，人家也未必愿意把这版权卖给我们这种新公司啊。哼，所以我养你们有什么用？还要我亲自出马不成？江总亲自出马，人家也未必买账。不去想办法，再跟我废话一句，现在就给我滚蛋！知道了，江总。公司连铺了2部剧，如果再拍不出1部爆款，老爷子那边怕是要质疑我的能力了。这部《青云之志》，我势在必得。大哥，
什么事儿？大哥，你这几天在外忙没回去，不知道小何在家里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我这几天在为公司新签的艺人叶楚楚谈资源，今天才有空回来。怎么了？小何被谁欺负了？还能有谁？就是爸妈从村里接回来的那个老十字亲妹妹，她不仅不进我门，还动手打我和小何。不是说她一直在村里长大，是个卖药的农女吗？按理说没见过世面，不唯唯诺诺就不错了，怎么会有胆子打你们？可不是，也不瞧瞧自己什么德行，能回江家当千金就该烧高香了，还一再要把小何赶出去，一点不识抬举。大哥，你看他踹我这一脚，差点没把我踢废了。还有小何被他打了一巴掌，脸都肿了。从小到大，小何哪里受过这种委屈？这几天眼睛都快哭肿了。反正我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了。大哥，你可得出手帮帮忙。我知道了，看来我今天的确要抽个时间，好好去会一会我们这个亲妹妹了。正好公司的事儿让我心烦，急需一个发泄口。既然你撞到枪口上，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就是江幼离，我那个刚接回来的亲妹妹。我的确是江幼离，江家的千金小姐。但既然你来找我，就应该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妹妹了。找我什么事儿？哼，既然知道我是谁，你就这态度？就你们全家这德行，你爸妈来了我都这态度，你希望我给你什么态度？我这几天有事儿没回家，今天听江照说你一回来就要求小何离开江家，昨天甚至还给了小何一巴掌，是不是真的？给你个机会。什么？把你刚才踩碎的药草恢复如初。江照说的没错，你果然很不识抬举。我要是说不呢？你知道你刚才采的这2株药草价值多少吗？不过就是2棵野草，跟你一样没有任何价值。至少5000万，放在京市的拍卖行1000万起拍。今天中午你妈拿着1000万来找我，打算让我认回他们，可是我不要，因为1000万对我来说连我培植的1株药草都比不上。我来这里找你不是为了跟你废话的。所以你打算怎么赔偿？现金还是转账？江幼离不想赔偿，那不好意思了，只能用其他东西来抵了。那就用你这只碾碎了我2株药草的脚来赔吧。虽然我觉得你1只脚并不值那么多钱。你再跟我废话一句，信不信我弄死你？江幸，很不幸，你在打算弄死我之前，恐怕自己会先死哦。看来你是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来人，将他抓起来，带走。江幼离，你打了我一巴掌，这笔账大哥会替我讨回来的。滚进去！把我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看来是真打算下狠手啊。也好，这20年受的苦，积攒的怨气，不发泄一下都不行啊。在这里收拾你，就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都没人知道。我跟我那2弟可不一样，我没他那么好脾气，我能动手，就绝对不会跟你废话。哦，看在你怎么说也是我亲妹妹的份上，我体谅你刚回江家不懂规矩，现在给你个机会，跪下给小何道歉，然后自己扇自己100个巴掌，我今天就放了你。你还知道我才是你亲妹妹啊？为了一个养在外面的，对自己的亲妹妹这么狠心，江幸，你确定吗？江幼离，你虽然是我亲妹，可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小何却是我看着长大，对我来说，你当然比不上他。但是只要你现在跟小何道歉，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他的麻烦，我可以看在亲妹妹这个份上放过你一马。说真的，回到江家以后，你们一家子说的话都太好笑了。既然仇人的女儿都能处得这么有感情，那这样好了，以后你生下的所有孩子，我都找人换掉，让你辛辛苦苦养着仇家的孩子，然后我再把你亲生的孩子全都丢到贫民窟去受尽折磨，你说好不好啊？你敢！天啊，你生什么气啊？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是仇人的孩子，也毕竟是你亲自养大的，都有感情了，何必介意呢？够了，小何跟你不一样，那些事儿是他母亲做的。看来江照说的没错，根本不应该跟你废话。哼，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非要为难小何，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了。
我就在你这张脸上划几刀，让你变成丑八怪，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脸去羞辱小何。啊！怎么回事？你对我做了什么？有情况，你们快进来救我！别叫了，外面的那2个废物已经晕倒了，没有人能够救你。就像你说的，这里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说了，你踩烂我辛苦培育出来的药草，既然不愿意赔偿，那就拿你的脚来换喽。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都这个时候了，你该不会以为我还会对你手下留情吧？你刚才说要怎么对付我来着？在我脸上划几刀？你还真是够狠心的。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的亲妹妹啊！就为了给江永和出1巴掌的钱，你就要毁我的容貌？我这颗弱小的心脏，别提有多受伤了。为了安抚我受伤的心灵，今天我就用你这把刀挑断你的脚筋好了。你敢动我1根手指，你信不信爷爷马上就会把你赶出江家？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我们江家的真千金，爷爷就会惯着你吧？在江家，我在爷爷心里的位置最重要。一旦你被赶出江家，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可是我并不需要爷爷做我的倚仗啊，怎么办？毕竟江家的家产，我是真的完全看不上。我回来就只是为了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因为我的遭遇感觉到一点点的愧疚。可惜你们这一家好像都没有呢，那就没办法了，我只好也让你们体会体会痛苦的经历，好让你们也能感同身受一番。行了，这里没人，挑断你脚筋的时候觉得痛的话，你尽管叫。江有离，我劝你最好别。去喽，你这筋脉还没挑断完呢，你要是昏迷了，挑断你脚筋这事儿就没意思了。江有离，你会不得好死的！我爸妈知道后，一定将你千刀万剐！你这个疯子，恶魔！对，就是要这样骂我，继续骂得越大声越好，这样你才不会晕过去。可以了，我就只挑断了你右脚的筋，你该庆幸你踩碎我那2株药草用的都是右脚，要是左右脚一起用，那你今天可就2条腿都别想要了。起来走走，看看你的右脚还走得了吗？不，我不要变成瘸子，我不要！无趣，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断了1只脚的筋，这就受不了了。果然是温室里的花朵，不堪一击。奇花，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过来看看让我双腿残废的地方，没想到正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一幕，实在是太精彩了。原来你也是被人绑架到这里废了双腿的。跟你这位大哥一样，也是在清醒的时候被人活活打断的。齐欢，你放心，我说过会治好你的腿，就一定能治好。我相信你。看来你在江家过得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很轻松啊，你看这不就轻松解决了一个。你呢？为什么会在这里被人打断双腿？有兴趣说说嘛？我正好闲着无聊，暂时不想那么快回江家。可以啊，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当然想，待会儿你可得好好跟我说说，也好让我对你更了解一点。你对江永和也做过这种事吗？没有。江小姐，我们少爷的确没有对任何女人做过这种事。你家少爷就算替江永和做过，你也不一定知道。你是第一个，那我还真是荣幸。荣幸的是我，他可是江家大少爷，你就这么废了他1条腿，回江家后打算怎么交代？
我也在想，要不把他毒哑了，再断了他的双手，这样他就不能泄密了。挺好的主意，不过你要是不介意，可以把人交给我，我帮你处理。算了，这是我的家事，省得麻烦你。以后我就是你的未婚夫，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嘴巴这么甜，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你给我喂了什么药？哦，不过就是只有我才有解药的毒药罢了。你放心，这毒药不会致命，只是会让你发作的时候痛不欲生。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话，我就能定期给你解药。否则的话，你就只能不断忍受毒药发作时候的痛了。哼，我还没听说过有这么厉害的毒药。痛，好痛啊！你这个魔鬼！江姓现在受伤严重，不可能直接让他回到江家，人就先放你那里保管，明天我再把他带走。可以。这下没人打扰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呗。好，只不过这里有些煞风景，我带你去个清静的地方。好啊。这凉亭不会也是你建造的吧？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坐坐。以前双腿还没残废的你，能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家境优渥，生活无忧，怕不是烦心钱太多了，没地方花。的确，以前的我生活顺风顺水，没有经受过任何挫折。所谓的烦心事，也不过是烦恼公司业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直到这次的意外，我断了双腿，周遭的一切好像就都变了。之前围绕在我身边的那些尊重和关心，全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幸灾乐祸以及避而远之。正常，人在高处跌落谷底的时候，以前的一切善意都好像突然没了，剩下的多数都是落井下石。这个时候还能患难见真情的，才叫难能可贵。比如你，别人都在对我避而远之的时候，你却愿意接受我。我算不上雪中送炭，只能说互利共惠。我贪图你的美貌，而你恰好能给我。我看看你的腿，什么情况？我该庆幸自己断的是双腿，而不是毁了容。言之有理。我们齐家人丁旺盛，我父辈就有5个兄弟姐妹，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没出息的，从小就被看不起，直到我长大，才华逐渐显露，远远压过了同辈的那些兄弟姐妹，得到了爷爷的欣赏，我父亲在家族里的地位才跟着水涨船高。我有个小我5岁的弟弟齐越，他出生后没多久，一个算命的跟我爷爷说，弟弟会影响齐家的运势。爷爷一狠心，不顾我母亲的反对，把他送走了。送走了？送去了哪里，只有爷爷和父亲知道。我母亲因为这事独自外出寻找，意外车祸去世了。后来我凭着能力得到了爷爷的认可，就向他提出把弟弟接回来，爷爷同意了。3年前齐越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他在孤儿院的妹妹齐玉。齐玉？虽然不是亲妹妹，但想到这些年都是她陪在弟弟身边，爱屋及乌，我也把她当亲妹妹照顾。上个月她被人绑架了，对方点名让我自己一个人去赎人。你应该没那么傻，真的自己一个人去赎人了吧？我当然不会，我早就安排好了人，暗中跟着。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计划居然会被对方知道，被人泄密了。那时候我根本没时间去想，满脑子都是怎么救出齐玉。最后我还是只身去了，也就是今天那个废弃工厂。他们没有马上杀我，而是先打断了我的双腿，然后把我扔到了一边。好在乘警及时带人赶到，才把我和齐玉救了下来。这么看，对方更像是特意冲你来的。后来调查结果呢？我当时怀疑是身边的人泄密，可我没想到，最后查到设计了这一切的，竟然有可能是我的亲弟弟齐越。这1个月，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的思考，大概想明白了。你弟弟齐越心里不平衡，认为凭什么你可以在齐家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而他却要在孤儿院长大？或许他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在外面所受的苦，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说我该报复我亲弟弟吗？当然该。对我来说，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我自己重要，哪怕是血缘关系，我只在乎爱我的，对我真心的。怪不得你能如此豁达，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付你亲大哥江姓。没错，是他先要对我不仁，我又何必对他有意？
今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想明白一些事。看到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听到你现在说的话，我明白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了。你能明白就好。江有离，能认识你真的很幸运。嗨，好不好的，说那么认真干什么？不认真，我怕你又怀疑我不只对你这样。好啊，你都已经学会拿我开涮了是吧？我看出来了，你之前就是个假正经。这大概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行了，你的腿我也给你做了个大概检查，明天中午在这里等我，我开始给你做治疗。时间不早了，我今晚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就不能再陪你了。好，明天见。王妈，看到幼离了吗？没有，大夫人。不过中午的时候二夫人那边来过，后面跟小姐起了争执，就气冲冲走了。后来我就忙去了，不知道二小姐去了哪儿。二弟他们究竟怎么回事？明明是他们自己一开始不愿意认幼离，现在幼离真的要跟他们断了，他们却又纠缠不清。难不成他们真的以为我跟你认下幼离是冲着老爷子的家产去的？我们要是想争，何必等到今天？在他们心里，如今利益早就大过亲情了。苏苏，别着急，幼离那孩子主意多，很机敏，应该不会有事的。可是都这么晚了，如果没事，他一定会跟我们说一声的。不行，幼离还是没接电话，看来是真的出事了，我得去问问秦玉莲。嗨，大哥大嫂来找我们呀，正好我们要去祖祠，准备跟江幼离断绝关系，你们也一起来呗，做个见证。秦玉莲，你中午去找过幼离是不是？是啊，怎么了？我就是给他个机会，让他认回我们。幼离不见了，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哎呦，大嫂，你这话什么意思？他不见了，关我们什么事？你还怀疑是我绑架他不成？到现在还没回去，看来大哥把那个野女人收拾得不轻啊，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作对。伯母，什么不见了？我看他就是后悔了，不想去签什么断绝关系的协议了吧？哼，他昨天说那么信誓旦旦，今天看样子是临时反悔了。大哥大嫂，看来比起你们，幼离还是更想认回我们这亲生父母啊！哎呀，真是枉费你们对他一片真心。不过你们放心，她这样的女儿，我跟阿旭也是不敢认的。秦玉莲，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幼离现在是我女儿，如果她出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谁怕谁呀？你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只会抢别人的女儿，还好意思来我家门口教训我？江阳旭，管好你老婆，让她别乱说话。大哥，玉莲说的也没错呀，你们没有孩子，不是大嫂的问题，难道是你的问题？如果幼离出事，你们一个都别想安然无恙。切，威胁谁呢？还真扮演上好母亲了。她要是出事了，也是自找的，跟我可没关系。江阳旭，以前我只关心素素，所以家里的一切我都懒得跟你争，什么都让给你和你的孩子。可如今看来，正如幼离所说，你们不配。从今天起，江家属于我的一切，我都会拿回来，以后全部留给幼离，绝对不会再让给你们。哼，笑话！大哥，争不过就争不过，还说什么让？你们连个孩子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争？就凭一个被我们不要的女儿吗？大哥，是安逸日子过得太久，都看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哟，那二叔你几斤几两啊？半斤8两。幼离，你去哪儿了？没事吧？打你电话你也没接，害我跟你爸担心死了。我没事，妈，就是来京市也有3天了，想着出去逛逛，结果玩得太投入，一时间忘了时间。那你电话怎么也不接？手机不小心弄掉了，是被江兄带走的时候不小心掉的。没想到爸妈会为了我直接找到这里来算账，这份真心我收下了。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怎么回事？他明明被大哥带走了，怎么可能安然无恙的回来？难道大哥对他这个亲妹妹心软了？哼，看到了吧，你女儿回来了，好好的呢。张素素，你无凭无据就跑来我家门口兴师问罪，真是莫名其妙。幼离，我们走，现在就去祖祠，跟他们把断绝关系的协议签了。好，签就签。
我倒要看看以后谁会后悔。哼，该你们了。从今往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我倒要看看你跟着你伯父伯母能混出什么名堂来。二婶忘了我中午说什么了？还是让你儿子小心点吧。痴人说梦，你以为我会当真？行了，今天把你们两兄弟叫来，一方面是为了幼离这件事，另一方面是关于江家家产的事。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有些话今天必须说开。江家的家产，有能力者多得，没能力的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别闹幺蛾子，至少还能在江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哼，大哥，听到了吗？爸说了，没能力的就本分点，还能保证衣食无忧。跳梁小丑江幼离，二叔，别吼我，你现在没资格了。行了，你们先回去，我跟幼离单独说几句话。大哥，爸刚才的话你也听到，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如今我把持着江家最重要的江氏制药，江姓管理着异军突起的星光娱乐。至于江兆，刚出道就红遍大江南北。大哥，你说你要拿什么跟我争啊？江家的所有家产必然都是我们家的，你就别想了。之前我还顾及兄弟之情，想着以后老爷子走了，东区那套别墅就留给你们养老。可现在你们为了一个江幼离，非要撕破脸，那等家产尽数落入我手中时，我也就只能请你们滚出江家了。爸还没死，你别高兴得太早。大哥，你心态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没事儿，你就祈求爸多活几年，你也能在江家多享受几年。要不是幼离回来，我真不知道他们一家子竟然这么冷血无情。以前是我天真，觉得兄弟之间不该为家产争得头破血流，他既然看中，就让给他。可现在不一样了，苏苏，为了幼离，我必须争。我们可以不在意，但不能让幼离跟着我们受委屈。我现在只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他。幼离啊，既然你已经回了江家，又认了老大和老大媳妇儿，从今以后你就安心做我们江家的千金大小姐。我不像老二他们一家那么糊涂，把别人家的女儿当成宝。明白，爷爷，我很明白我的身份，我才是江家的真千金。哎呀，可惜跟江永和相比，你叔只读到了初中就辍学了。现在就算想办法让你去读名牌大学也没用，总不能让你这个年纪还从高中开始念起。你自己有什么打算？想学习什么？或者说以后的人生有什么规划？江永和可是被你亲爸妈，被江阳旭他们培养成了京市赫赫有名的才女，这才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她的最重要的理由。其他什么养了20年有感情了，全是狗屁话。爷爷的意思我懂，想要在江家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比江永和更优秀。豪门这种地方，吃人不吐骨头，要想别人尊重你、欣赏你、敬畏你，就必须拿出真本事。这是你作为我亲孙女回来，我要教你的第1节课。爷爷，你多虑了，我没回来之前的生存环境可比这里残酷多了，这点生存道理我还是懂的。江永和会的那些，说到底更多的是取悦他人，可我会的都是他人有求于我的。哦，你会什么？爷爷，不瞒您说，我会的可多了，比如医术。哎呀，看样子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比江永和差。当然，爷爷，我要比的可不只是江永和，还有江信和江兆两兄弟。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爷爷是否考虑把家里的制药公司以及星光传媒都交给我？他哪来的底气？难不成真的还有别的本事？你要真有能力，把你二叔和你堂哥江姓比下去，我们江家的制药公司和星光传媒，我都可以交给你。好，爷爷可要言而有信。当然，我绝对不会因为你是个女娃娃就轻视你。你只要记住，想要在江家立足，就努力证明自己。如果你真的更有能力，以后整个江家由你来继承管理都不成问题。行了，时间不早了，跟你爸妈回去休息吧。爷爷也早点休息。哎呀，
我这孙女啊，还真是一点人情味儿都不愿意表现出来。老爷，小姐聪慧，但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一个女孩子在外流落20年，可不是靠人情味儿活下来的。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幼离，你爷爷跟你说什么了？没为难你吧？没什么，就问问我未来有什么规划，需要学点什么。这样啊，那你是怎么回你爷爷的？我就说，如果我比江阳旭和他儿子江信更有能力，是不是能把家里的制药公司和星光娱乐交给我？我还以为你也想学学琴棋书画和外语什么的。妈，你太小瞧我了，只会那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江家所有的产业。爸今天不也说了，以后在二叔他们一家面前不会再退让，要把属于我们的都争取过来。对，我是这么决定的。以前我跟你妈可以不在乎，但现在有了你，我一定要为你争取到更多的保障。那就是啦，我也一样，只要拿下江家所有产业，我们的未来才有保障。大哥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出去散散心。大哥以后还是少出门吧，这要是再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啊？都怪我，要不是为了去赎我，大哥你也不会双腿残废。眼看着下周6的订婚宴就要宣布你和江家小姐的婚事了，也不知道发生这种事，江家那边会不会临时反悔？毕竟外头现在都在传，大哥不仅伤了腿，还没了生育能力，这齐家继承人的位置，怕是肯定要拱手让人了。大哥，江家那边不会因为你的腿就真的来退婚吧？小玉，胡说什么？哎，抱歉大哥，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担心你的终生幸福。这要是真被退婚了，不管是大哥你还是我们齐家，都会很丢人的。齐玉，好了，我不说了。大哥，小玉被咱们纵容的越来越放肆了。的确，自从我双腿残废以后，小玉是越来越放肆了，在我面前说话越发不经大脑，连我能不能生育这种话都敢说。她似乎忘记了自己只是齐家养女的身份，是该要管管规矩了。大哥，我回头一定好好管教。不用回头，现在就行。程景，是少爷。小玉，不要在齐家被叫三小姐久了，就真的把自己当我齐家的三小姐了。记住，你不过是齐月从孤儿院带回来的孤女，要不是我可怜你，同意你留下，你现在还在孤儿院里跟人抢食。大哥以前可是最疼小玉的，他只是开了个小玩笑，怎么会让大哥生这么大气啊？只有我觉得好笑的才叫玩笑，如果我觉得不好笑，那就不是。就好比我养的那条狗，只有我允许它叫的时候，它才能发出声音。听到了吗，小玉？以后啊，不许再跟大哥开这种玩笑。好了，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犯就行。少爷，这个齐玉真是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当初要不是您可怜她，她一个孤女哪能在齐家当小姐？现在看老爷子因为您的腿暂缓宣布继承人的事，他就敢当面嘲讽您了。还有二少爷也是狼心狗肺，当初算命的说他克家，老爷子非要把他送走，是您三番五次的求老爷子才把他接回来。他不知感恩就算了，还把这事怪在您头上，为了继承人的位置，不惜对您下这种狠手。是啊，我始终想不明白，作为我的亲弟弟，齐月怎么可以这么恨我？真的只是为了一个继承人的身份吗？如果他早说他想要，身为大哥我不是不能让，可是现在他既然为了继承权要我的命，那就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了。小白可真棒，小黑擅长突袭下毒，小白擅长搜索追踪，小绿嘛……江有离，你再敢拉黑我的号码，你将永远失去成为我女人的机会。这周6晚上，我要参加江家新接回来的真千金的接风宴，你一定没参加过那么盛大的宴会吧？如果你还想做我女人的话，就来找我，我去京市动车站接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助理，带你一起参加。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当初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就这种普信男，还答应做他的女朋友，简直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不过我的接风宴他也要来，这可太有意思了。不知道他到时候发现我就是江家真千金，会是什么表情？好啊，明天中午在动车站等我，等着吧，等到天荒地老也等不到我。别信，家里的事解决了。已经搞定，这才几天就直接跟亲生父母断绝了关系，真是雷厉风行。既然他都如此果决，我又有什么可犹豫的？齐月、齐玉，既然你们背叛了我，那就一个都别想跑。
你跟他们断绝关系，江阳旭没把你赶出江家，我转头就认了伯父伯母做爸妈，他们真的太好了。反正我不管，现在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亲爸妈。确实，并不是所有的亲父母都会发自内心喜欢自己的孩子。就像我父亲，他并不怎么喜欢我，尤其是在把齐月接回来之后，他所有的关注都在齐月身上。我以前从不介意，觉得弟弟在外受苦，父亲多补偿是应该的，只是没想到我这个弟弟会想要我的命。抱抱，以后咱们结婚了，谁敢欺负我老公，我就弄死谁。好，以后还承蒙夫人多多照顾了。夫君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夫君，就是希望夫君一定要好好以色伺候我，作为回报就行了。老大，回到江家后感觉如何？很有意思。叶莹，帮我调查江家如今的产业都有哪些，由谁管理，发展如何？好的，老大。小欢欢，你这腹肌手感不错呢，以前没少练吧？梨儿，你喜欢就多摸摸。当然喜欢，以后天天都要摸。好，我浑身上下只要你喜欢，哪里都给你摸。小欢欢可真乖。我这么乖，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点奖励？好啊。唉，好好的一个美梦就这么被打搅了。吃吧，今晚带你们去吃自助。算了，反正以后都是我的人，想怎么对他色色都行。老先生让小姐待会儿去大厅一趟。什么事儿？关于江家跟齐家联姻的事儿。终于来了。幼离，你二叔二婶肯定是以你才是我们江家千金小姐这个理由，到你爷爷面前说让你替江永和跟齐欢联姻。妈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要嫁给齐欢吗？确认。我还希望越快结婚越好呢，这样就能合法揩油了。什么？没什么，妈，就是我100%确定要嫁给齐欢。好，爸妈说过，支持你的一切决定。幼离来了，你这次回江家也算赶上好时候了，一回来就能以江家千金小姐的身份跟齐家大少爷联姻。哼，你可真会睁眼说瞎话。要不是齐家大少爷上个月发生意外双腿残疾，你们会想着让幼离联姻？接幼离的时候没见你们积极，如今要幼离替你们养女联姻，倒是积极得很。说起来呀，大嫂，你还得感谢我呢。我让你跟大哥去接幼离，这不，他就愿意认你做妈了吗？也算满足了你有个自己孩子的心愿。是啊，多谢你跟二弟，让我能成为幼离这孩子的妈。哼，不过就是我看不上的，这也值得你高兴。脾气小和，他差远了。你们怎么就那么理所当然，认为我比江永和差？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你会什么？小和会什么？小和可是济世有名的才女。她会的我也知道，无非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熟练5国外语。你们花了那么多金钱和精力去培养出来的仇人调包的女儿，很值得炫耀吗？无论你多不服气，小和比你优秀是事实。你现在能抹黑她的，就是她有一个不好的妈。不，我并不觉得他妈不好，他妈对女儿是真的好，至少愿意为了让亲女儿过上好日子，干着非法犯罪的勾当。比起二婶这种亲女儿都嫌弃不愿意认的妈，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幼离姐姐，其实你要是想学，我愿意教你。好，那你现在给我展示展示，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教我。周六晚上的接风宴，姐姐要是想看我表演才艺，我倒是可以给姐姐表演，就当是送给幼离姐姐的礼物。给我表演，还是想在其他人面前证明你比我更优秀啊？幼离姐姐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她不过就是怕你到时候在她接风宴上压了她风头罢了。想太多了，我的接风宴谁都压不了我的风头。哼，希望你到时候别给我们江家丢脸就不错了，还想出什么风头？那就等着瞧吧，看看你们是怎么眼瞎的。幼离，你看看现场布置，还有什么要优化的细节吗？没有，爸布置得很好。晚礼服那边也已经按照你选的，让人从国外送过来，今晚就能送到，明晚的接风宴你就能穿上了。好，今晚送到了，
我就试试。幼离，你穿上肯定会很漂亮。我选的都是国际最有名、最难求的晚礼服，绝对不让人压过你的风头。我就是不想让你被人欺负，被人压上一头。毕竟，如果不是当年被调包，你本就该是父母宠在心尖上的明珠啊。现在是爸妈你们的掌上明珠也不迟。今天就开始替你治疗。这个治疗过程会很痛苦，而且需要你100%的配合和毅力。好，你尽管放手治疗。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腿毛很性感。你喜欢就好。那必须喜欢啊，不喜欢我能答应跟你订婚啊？江家已经跟你挑明了我们2家联姻的事。今早上我爷爷刚提的，他说我才是江家真千金，理应跟你联姻，我答应了。爷爷还让我有时间多找你相处，说是增进感情。江老爷子说的对，我们是该多多相处。要是实在痛得厉害，不用忍着，我有止痛药。不用，我想记住这份疼痛。今天的治疗搞定了。如果3个月真的就能完全痊愈，我们的婚礼就定在3个月后，怎么样？我可以啊，就怕你到时候腿好了，自己后悔了。胡说，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那行，咱们到时候就把婚礼定在3个月，你腿好了之后。那我先走了。你是怎么认识齐欢的？齐欢主动找的我啊，他看上我了，想娶我呗。哼，你不会真以为齐欢真心想娶你吧？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双腿残废，所以不想耽误了小何，退而求其次才选择娶你。可惜啊，江永和就算愿意嫁，齐欢现在还不乐意娶呢。毕竟怎么看他都明显喜欢我，对江永和没意思。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明明比小何差远了。我有把握的事当然自信，就像我自信你不敢把自己右腿经脉被我挑断的事告诉其他人一样。这个疯子，我确实不敢。他下的毒发作起来有多痛苦，我不想再体验第2次。下车，不会路都走不了了吧？这么不甘心啊？谁让你昨天要来找我的麻烦呢？不然你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大哥一定是带人去惹江有离给小何出头了。哼，我们已经跟你断绝了关系，才没有你这个妹妹。哼，搞清楚了，是我跟你们断绝了关系，是我不要你们了。记得以后乖乖听我话哦，否则的话，后果自负。应该是让叶颖调查江家如今产业情况的汇报。说吧。老大，你昨天让我查的江家所有产业，我都查到了。江家如今所有收益的大头，主要还是来自于江氏制药公司。接着说。其次，收益最多的便是星光娱乐，如今由江姓管理，倒是做出了一些成绩。这些年连续签下几个有潜力的新人，拿下几部小爆款。只不过一直没有出过一部3S 级的大爆款。
因此，姜姓近期想要签下知名大神作家离原上最后一部没有卖出去的小说版权。姜姓想靠买下我的小说版权，拍出爆款电视剧来拯救星光娱乐，可惜他永远没这个机会了。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幼离，你在房间吗？在呢。幼离，快进来，我给你订的晚礼服送到了，你快试试看合不合身。好啊。很合身，太漂亮了。幼离，明天晚上你一定是最瞩目的公主。紧张吗？不紧张啊，小场面。我担心他跟你二叔二婶一家会想办法在宴会上刁难你。妈，你不用担心，不管他们有什么招数，我都能应付。江永和、秦玉莲，你们最好准备点有意思的节目，不然这接风宴可就太无聊了。程景，找人暗中调查我父亲，确认一下祁煜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关系。少爷，您是说调查家主和祁煜小姐的关系？当年弟弟祁煜被送走，仅仅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的话。父亲对一个毫无血缘的养女宠爱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这一切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是。
以为是？自以为是？好啊，江有林，你倒是给我们证明自己身上穿的晚礼服才是正品，然后说说看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会证明的。季老先生，各位先请入座吧。江小姐有心了。您觉得她怎么样？江有林，现在可以说了吧？别拖时间了，我越发觉得你刚才的话就是虚张声势。范总管家，让人把会场所有的灯光都关掉。姐，身为我们江家的少爷，在这种场合一个劲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这个野丫头，倒打一耙的本事总是那么厉害。家，待会儿就按照我孙女的意思办。是，老爷。各位想必都知道，我跟江永和身上的晚礼服究竟谁穿的是高仿，谁穿的是真品。所以各位嘉宾不介意的话，待会儿允许我将会场的所有灯光关闭1分钟。在这1分钟里，我保证在场所有的嘉宾都不会有任何危险。那当然，我亲自出马这小孩拿下的这件晚礼服，怎么可能会是高仿？还是算了吧，既然怎么说都是尤里姐姐的接风宴，穿了跟尤里姐姐一样的晚礼服，确实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去换。不必了，既然你都故意穿的跟我一样的晚礼服出来，打算让我丢人了，现在何必假惺惺半途而废？尤里姐姐，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赵儿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又被人抓到这么大的把柄？赵儿，瞧你干的蠢事！我早就告诉过你，专心搞你的事业，别总把心思放在这些没用的地方。现在好了，当着整个上流社会的面，给我江家丢人现眼！行了，要打就真的把他打死，舍不得就别在我面前跟着他一起丢人。爸，我今天就打死这个逆子！江阳旭，他可是你亲儿子，你敢？爸，你要打就打我吧，二哥都是为了我，想替我在这个家争一口气，才不犯下这种无理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爷爷，这件事跟小何没关系，是我的主意，是我心疼小何，看不得他因为江有林回来就受委屈，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哥，你别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如果不是你，你也不会让天天姐做这种事情。小何，我说了，跟你没关系。爷爷，我认罚，只求您别激怒小何。糊涂蛋，到现在还护着他。尤里啊，这件谁管他？你看该受的怎么处理？对不起，堂妹。没关系，堂哥下次可要注意点喽。还不带你妹妹回去换衣服？今晚的事儿，让齐老先生见笑了。没事儿，要不是有你这孙子这么一闹，我还不知道我孙子齐欢看上的媳妇儿这么聪明能干，深得我心呐。齐老先生对我这孙女儿有那么高的评价，是我孙女的荣幸啊。今晚是我江有离回江家的接风宴，虽然出了点小状况，但也已经解决，所以接下来希望到场的嘉宾们能够吃好喝好。晚些时候还有精彩的节目送给今晚来给我捧场的大家。所以他之前是故意耍我出气吗？该死的，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如果当时不赌气，江有离现在跟我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哪还有什么身份不匹配的问题？说话的这位就是你们的女儿吧？可真是落落大方。爸，我想娶她做我老婆。段先生，这位是？也是我刚接回来没多久的儿子，不像桂芊芊一样，他还不太懂规矩。段景涵，让你跟我来参加这次接风宴，是为了让你多跟圈子里的少爷千金们结交。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刚才站在爷爷旁边的就是你弟弟齐月。你们兄弟俩看起来不太像啊。是说我比他好看多了？跟你说认真的呢，你倒贫起来了。确实，有不少人都说我跟他不太像。你就没怀疑过什么？以前是不想怀疑，也没有必要去怀疑，但现在
确实有些事让我不得不怀疑，我已经让乘警去查了。小梨儿，你那个前男友从进门开始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管他呢，他要是敢来我面前闹事，我就让人把他赶出去。自从我双腿残废，还真是阿猫阿狗都敢给我脸色看了。一个刚认祖归宗的暴发户也敢公然觊觎我的未婚妻，不急，就让你们再狂欢一会儿，之后我会一个一个收拾干净。二哥，爸那一巴掌打得疼吧？不疼，一点都不疼，我只是恨自己竟然又在江有林那个丫头身上栽了跟头。二哥，看到了你和大哥因为我3番2次受挫，我真的很愧疚，所以你们别再为了我出气了。我以后在他面前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了。小何，别说这种丧气话，凭什么？你在江家受宠20年，凭什么他一回来就你受委屈？我绝不允许，你不用屈服，我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二哥，小何，别难过，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江有林一直欺负你。又出事了。被爸打了。大哥，我实在想不明白，江有林那个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究竟是怎么认识搬来那种国际顶尖设计师的？江有林？难道我这个亲妹妹真的有那么优秀？切，我想这些做什么？就算她比小何优秀又怎样？我喜欢的是和我朝夕相处20年的小何，在我心里，小何才是我的亲妹妹。大哥，今晚的接风宴你真的不去了吗？等小何换好衣服，我跟你们一起过去。好，这次晚礼服的事是我疏忽了，连累小何受辱，这回过去，我们一定要让小何重新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大哥，二哥，我换好了。走吧。接下来还有什么节目？接下来就看江永和的表演了，毕竟人家想抢我风头，我得给他个机会不是？他可是在我跟前自卖自夸过，说自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我除了种菜什么都不会，还要主动教我呢。再次感谢今晚来参加我接风宴的各位嘉宾，除了吃好喝好，当然还要有节目给大家助助兴。怎么，听江有离这话，他要给我们展示才艺了？他能有什么才艺？乡下来的，总不能是表演种地吧？我们江家有座楼叫逸新楼，我刚回来不熟悉，还是我们江家的养女江永和告诉我，这座逸新楼是专门给江家千金和少爷们学习的地方。江有离这个贱人，他该不会是要把之前的录音公然放出来，毁了我的名声吧？二哥，有离姐姐她在这个时候提起那天的事，是不是想把录音放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江永和说，他从小到大就是在逸新楼里跟着高薪聘请来的私教老师学习各种才艺，琴棋书画各国外语，他都样样精通。江有林，江永和还担心我什么都不会，好心的说如果我想学，他可以教我。当然他还是很谦虚的，说他不会种菜种地，也不会洗衣做饭，还说要虚心的向我请教呢。小何说的也没错，他的确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你之前一直在村里长大，难道不会种菜种地洗衣做饭吗？会啊，这不都得感谢江永和的母亲把我调包了吗？要是不被调包，我还真没机会会这些呢，我可真是荣幸啊。所以我在这里很虚心的想向江永和你请教一下，你所精通的琴棋书画，今晚就在我的接风宴上展示展示，怎么样？我真是低估了江有离的胆量，他竟然想把我架在火上烤。有什么不敢的？小何，给他展示展示你的才艺，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就算所有人知道我是养女又怎么样？只要我足够优秀，我照样是豪门千金，照样会有无数的豪门少爷对我趋之若鹜。既然是有离姐姐想要学，那我就在这里献丑了。献吧，我看看有多丑。大哥，以后这位江家小姐就是你的未婚妻了。她好不容易凭交谊舞让大家改观，现在又公然挑衅京市有名的才女江永和，为了大哥你的脸面，你怎么能任凭她乱来？以前没发觉，现在我才发现小梨儿说的没错，你脑子确实有问题。现在什么都还没开始，你就开始狗眼看人低了。大哥双腿残废之后，说话是越来越尖锐了。
是啊，就像祁煜说的，这双腿废了之后，让我变得有些敏感多疑。你最近最好小心点儿，别惹我。我一个控制不住，怕是不小心要了你的命。最好也劝劝家里的祁煜，以前有我罩着他，现在我要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大哥何必把话说得这么严重？祁煜在家也就是闹一闹。唉，没办法，双腿残废让我的心理都变得扭曲了。哼，大哥真会开玩笑。如果大哥真的连心理都出了问题，还是尽早治疗，否则继承人的事儿也只怕会一拖再拖。祁煜呀祁煜，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本可以保你和祁煜一辈子锦衣玉食，你却偏偏要自寻死路。不愧是江永和，这曲子难度这么高，他却弹着跟玩似的。当然，他从小到大获得的奖比我们吃过的山珍海味都多。好，小何弹得真好。永和不愧是我精心栽培的好女儿，瞧瞧这钢琴弹的，不管是气质还是才华，都不是幼离这孩子能媲美的。又不枉李翠萍冒着坐牢的风险，把自己女儿调包，自己虽然进去了，女儿倒是被地心你养得大放光彩。永和这孩子重感情，不像幼离，稍有不满意就断绝关系，一看就是个凉薄的人。现在大嫂你对他再好，以后他也可能转头就跟别人跑了。哼，搞笑！你们那叫稍有不满意，那叫寒了心。再说你的养女是重感情还是重利益，谁知道呢？行了，跟一个初为人母难免失去理智的大嫂说这些干嘛？也是，大嫂没从小带大过孩子，自然不知道养育一个孩子要付出多少心血，哪里是能轻易舍弃的。幼离姐姐还想看我演奏什么？不只是钢琴，这里的所有乐器，如果你真的想学，我都可以教你。江永和，看来刚才的表演让你很飘啊，已经开始想着要怎么教我了。可惜我不需要。幼离姐姐是不需要呢，还是已经觉得力不从心学不来？如果是觉得回了江家不需要，这种想法可不好。人不能自暴自弃，学无止境。既然幼离姐姐已经有了机会学习更多的才艺，又何必浪费这样难得的机会？可如果幼离姐姐是想学，却觉得力不从心的话，我可以从最基础的，把自己3岁就开始学的知识慢慢教起。我本以为你被称为惊世才女，身上一定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才艺。现在看来，惊世这些人给你的这个称号，怕也就是圈子里小打小闹的商业互吹罢了。他也太猖狂了。就是，谁给他的胆量啊？祁家给的呗。你们没看到，祁家老爷子对于他这个未来孙媳妇似乎还挺满意。又来了，这个江幼离，嘴巴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歹毒。幼离姐姐这么说，身上想必一定有什么真本事吧？不妨趁着现在大家都很好奇，给大家亮一手。既然大家都对我的表演那么期待，这样吧，我来现场即兴创作一首跟江永和刚才弹奏的世界名曲同样难度的曲子，并且给大家弹奏。他刚才说什么？现场即兴创作，简直笑掉大牙啊！他怕是不知道小何刚才弹奏的那首曲子在国际是什么地位，他居然敢说现场即兴创作出一首，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圆自己夸下的海口。哼，他的确自嗨得过了。幼离姐姐，好好表现，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可别被人笑掉大牙了。你才是该好好考虑，就你这天赋，还跟我学种菜种地，以后被赶出江家，还能自给自足？玉莲啊，我有些事儿要跟江姓商量，这里事情多，你留下来帮大哥大嫂的忙。江姓，你跟我走，我有事情要跟你聊。江照，你跟你妹妹先回去。阿叔，可别忘了好好惩罚江照想要害我在接风宴上丢脸的事儿，不然我可要跟爷爷告状的。这么快就后悔选择我这个养女了吗？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跟江幼离修复好关系的。江幼离，想不到你才刚跟我分手没多久，竟然就真的答应跟齐欢联姻了，所以你也没有多么高尚。其实你一直都看不起我，只要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就会立马把我踢了，然后再找别的男人，对不对？段景涵，你要是觉得这样能够让你的心理平衡，你可以继续这么认为，可以了吗？如果是为了钱，你现在大可不必嫁给齐欢。钱我如今也有，你想要我可以给你，而且我还双腿健全，难道不比一个残废的齐家大少爷好吗？段景涵，你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总是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我。是我承认自己感情上有些淡漠，
在交往的这2个月里，对你或许不够主动，可你是第一天才这么了解我吗？我们认识了2年了，2年了你才受不了我。那之前的2年，你是有受虐倾向，非要凑上来？你如果真的希望我能够把心思都放在你的身上，那么就努力提高自己的存在感，而不是让我放下脚步等你、可怜你、迁就你。我的接风宴已经结束，没什么事就跟你父亲回去，在段家好好过你豪门少爷的日子。就像你说的，以你现在的身份，以后想找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结婚不难，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找，粘人的、主动的，满眼都是你的。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秦玉莲是怎么有脸皮在伤害了幼离之后还凑上来的？伤害既然已经造成，现在他们做什么都是徒劳。秦玉莲，接风宴已经结束了，你不跟着二弟他们一起回去，还留在这做什么？大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女儿的接风宴，接风宴结束，我怎么能只让你跟大哥2个人忙？当然也要留下来帮忙啊。你女儿断绝关系的协议可是刚签下没多久。大嫂，你说这话就着实让我伤心了。无论怎么样，咱们都是一家人，断绝关系协议那玩意儿不过就是幼离闹情绪，跟我们怄气乱签下的。幼离要是气消了，今晚回去我就把协议给撕了。二婶，谁跟你怄气？你在哥我妈面前跟我说这些话，让我妈听了不舒服，我跟你急。虽然可惜不是自己缝的，但这棉袄真是密不透风。既然二婶要留下来帮忙，那就好好干。我爸妈为我这接风宴忙里忙外辛苦了好几天，今晚就先回去好好歇着了。爸，你头什么事？你的腿怎么回事？没注意，被人抓到废弃工厂打的。我还没查到是谁，应该是仇家。仇家在京市敢动你江家大少爷的仇家可不多呀。我正在让人跟进一位大神作家最后一部小说版权的事宜，他的书改编成电视剧都是大爆款。月底他会举办一个小型见面会，我会亲自参加。只要能拿下他这最后一部小说版权，一定能出一部爆款。你有计划就行。今晚你也看到了，你这个亲妹妹不是个好惹的。爸哥，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自己在家都快无聊死了。让你别去，你还不高兴？今晚那种场合确实不适合你。大哥，今晚见到江家那位刚找回来的真千金了吧？人怎么样？配得上你这个天之骄子吗？小玉儿，如果你想看我笑话，认为我要娶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那恐怕要失望了。你错怪我了，我可没这么想。我当然是希望江家小姐才貌双全，比养女江永和还优秀。可想想也不可能啊，她要是真优秀，江阳旭怎么可能让她替江永和跟大哥你联姻？其实江家真千金人怎么样，你问齐月不就知道了？何必多此一举问我？还是说你见程景不在我身边，觉得不管说什么，这耳光铁定扇不到你脸上了？大哥，我明白了，但现在天色已晚，能不能明天我再送小玉走？不行，现在马上留她在这多1分钟，我心里的气都消不了，会睡不好觉。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今晚就跟她一起离开。当然，我也不介意你以后都在外面好好照顾她。大哥说笑了，我这就带小玉离开，绝不再碍你的眼，打扰你休息。走。很好，一个两个的，全都看不起我。等着吧，今天我受到的所有屈辱，早晚有一天，我会百倍奉还。哎，大嫂，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怎么防我们跟防贼似的？哎呀，幼离小姐，是二夫人带着江兆少爷和江永和小姐来了，说是来给您赔罪道歉的。道歉是假，想重新攀上关系才是真。你是真心来道歉，还是别有用心？你自己心里清楚。
大嫂，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我这个亲妈来看自己的亲女儿，怎么就叫别有用心了？什么叫霸占？幼离现在是我的女儿，她身上流的是我和杨旭的血，这种血脉的羁绊，大嫂，你这种生不出孩子的人是不会懂的。幼离，我的乖女儿，妈带你二哥来给你道歉了。幼离，昨晚睡得好吗？早餐吃了没？要是没吃，妈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啊，那就现在做吧。在这里做早餐？对，我就想在家里吃。行。妈，真好，今天我们可以吃到二婶亲自为咱们做的早餐了。幼离，我是说，专门单独给你做的。爱做不做？行，我给你们娘儿俩一起做。永和，你回家一趟，把我那款顶级的燕窝拿过来。饿了吧？要不先吃我妈做的，垫垫肚子。妈说的对，我们当然要先吃饱了。幼离，快来尝尝。先放下吧，刚吃饱，现在吃不下了。小永离，你把我们当什么了？耍猴吗？我求你们做了吗？没事没事。幼离呀，你爸已经罚你二哥了。你看，晚礼服那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好吗？这就想让我原谅？要不让他现在跪在我面前，再重写一遍？你还想让我当面跪着写？江幼离，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幼离，你这就过分了，你何必揪着不放？你们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可知我这20年来遭遇过什么？别一天到晚强调你的过去，现在我们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你就该放下。闭嘴！你还是不是人？你们这一家子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滚出去！张素素，你敢打我儿子？难受。江照，看来是你刚才那番话太没良心，连老天都看不过去。你还说风凉话？看他妈这样，你是不是很开心？是啊，开心极了。你不是会医术吗？快给我妈看看。我这个祸害哪有本事救二婶？把他们3个全都给我赶出去！幼离，你二婶她……放心吧，妈，她死不了。二夫人的症状不是病症，更像是神经紊乱造成的一时癫狂。怎么治？我没有相关药物，只能先吃些镇定药观察。赶紧问。二哥，你看这是什么？妈变成这样，该不会是幼离姐姐动的手脚？她怎么能这样？她有什么不敢的？二哥，谢谢你还在乎我，我以为昨晚让你失望了。你是我疼爱了20年的妹妹，我永远不会放弃你。有二哥这句话，我就知足了。只要能留下来，多少委屈我都无所谓。喂，哥，妈出事了，是江有离干的。什么？怎么回事？今天妈去找江有离和好，结果莫名其妙瘫了，我们在她身上发现了根针。知道了，你和小何好好照顾妈，我很快回去。林老板，上次我问你的关于解毒高手的那位毒医，有消息了吗？不好意思，江少，还是没有那位毒医的消息。我知道了，麻烦林老板继续替我关注。如果那位毒医出现，我能够见上一面，一定少不了林老板的好处。行，一定一定。大哥、二哥，你们怎么站在这儿？小何，周一哥，今天真的谢谢你了。别这么客气，你愿意找我帮忙，我很高兴。明天我来接你。明天见。这就是你之前说那个作家朋友，开这么廉价的车？他就是个写小说的，虽然挣了点钱，但肯定买不起100万豪车。就他这穷酸样，我真怀疑他到底认不认识大名鼎鼎的黎元上。小何，你可别被骗了。应该不会吧？我就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哥，黎元上大神答应跟大哥见面了。啊，真的？那太好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张毅说的那个朋友，原来就是江永和，有意思。小何，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大哥，你说的是哪里话？我是你妹妹，能帮上你的忙，我最高兴了。大哥，你就放心吧，小何亲自出马，他那个朋友肯定会全力帮忙。我敢说，这次见面你100%能拿到版权。这么自信啊？这才刚约上见面，就觉得人家黎元上一定会把版权卖给星光娱乐了？偷听我们说话。这是车库，不是你房间，我路过不行吗？倒是你对江永和那么有自信啊？哼，小何的人脉是闹着玩的，他跟你可不一样，认识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既然答应见面，说明这事8九不离10了。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还敢大言不惭说要毁掉我们的事业？怎么，难不成你还认识黎元上，能阻止他把版权卖给大哥？对啊，我确实认识，而且也的确可以让黎元上不把版权卖给江星哦。就你认识黎元上？不信就算啊，
尤里姐姐，我知道你很想证明自己比我强，我也承认昨晚你赢了。但是人脉这种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的。姐姐你在村里长大，认识的应该都是些农民吧？又怎么会有机会认识林林原上这样有名的大作家呢？跟他废什么话？走，小航，我们回去好好庆祝，别理这个只会吹牛的疯子。网上一点离离原上的资料都没有，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我怎么认识他，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怕你是打着认识离离原上的幌子，骗小何感情，或者骗我大哥那50万报酬。50万扣你们2辆破车了。二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周易哥？周易哥也是知名作家，不至于为了50万骗人。江照，少说2句。周先生，已经12点了，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离离原上大神，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江有离，你来这里做什么？因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离离原上。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是啊，尤里姐姐，不要胡闹了。要是一会儿得罪了真正的大神，耽误了正事，爷爷知道了是不会原谅你的。版权合同在我手里，快看看吗？你真是离离原上？不，这不可能！如假包换，可惜了，江大总裁，我永远都不会把版权卖给你。江星，版权你拿不走，星光娱乐总裁的位置恐怕也做不长了。有离，哎，你自己自动离职吧，我会把星光娱乐的控制权交给佑离。佑离啊，有信心吗？当然。我说过，江家能者居之，既然达不到我的期望，那就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做。我们走吧。那爷爷，我先出门了。去找齐欢。去吧去吧，注意安全。感觉怎么样？有一点痒，我信你。不过，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格外卖力？是不是有好事发生？算你猜对，江姓没拿到我的版权，业绩不达标，估计很快星光娱乐就要到我的手里。所以你心情很好？还不错。等我彻底拿下星光娱乐的控制权，我们先订婚，好不好？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想早一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佑离，我是你的。